从现在的技术形势看呢，网神技术的可行性比较高，捕捉和摧毁的精度也比较让人满意。与此同时啊，网神本身的重量也比较小，可以用一箭多星的方式大量的发射。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期的话题是中国的研究人员发表论文，讨论如何击毁星链系统。据英国《每日邮报》网站的报道，中国现代防疫技术杂志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如何摧毁美国的星链星座。马斯克的星链星座对中国的威胁已经严重到这个程度了吗？请听分析。按照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原本的说法，它可以向发展中国家和地球上较贫穷的地区提供超高速的互联网服务。但是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星链马上就体现出它的军用价值。这篇研究论文呢，是中国现代防疫技术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指出，应该采取软硬杀伤相结合的方法，使一些星链卫星丧失功能，并摧毁星座的操作系统。马斯克虽然经常把星链系统描述为一个完全服务于民用市场的系统，但是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星链作为一种宽带卫星通信系统，它的军事应用的潜力迅速的爆发出来，不但给乌克兰政府提供了应急通信保障，而且提供给美国空军用于应急部署的场站宽带通信，给 F-35 的远程维护保障提供数据通道。这仅仅是星链卫星军事用途的一部分。在很多技术研讨中谈到了一种可能性，就是在星链上改装大推力的霍尔电火箭发动机，把这种低轨道的卫星改造成为在轨部署的导弹拦截器。星链星座的一期工程打算部署12000颗卫星，这个数量比上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提出的智能揽食计划部署的量还要大。如果按照智能揽食的设计理念，那是完全可以对另一个国家的核导弹形成有效的拦截网络。相当多国内的研究者质疑星链卫星是不是有这样的改造的潜力？因为现在它所使用的离子发动机推力是非常的微弱。就在2022年的2月还出现了一个案例，那就是因为太阳风暴的影响，竟然导致星链卫星的推力出现了不足，大约有40颗星链卫星不能入轨。但这个仅仅是因为马斯克为了控制卫星的成本而采取的低价解决的方案。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在星链卫星上安装更大推力的离子发动机，甚至是改成化学能的推力器，并不是做不到的事情。如果美国军方向马斯克发出订单，用星链卫星平台作为基础，拆掉通信用的有效载荷，改装导弹拦截所需要的光学敏感器、航向控制发动机等等设备，就可以充分的实现智能揽食的功能，拦截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导弹目标。实际上呢，马斯克已经在用星链平台为美国的导弹防御做贡献。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 正在推动一个高超音速导弹防御计划。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就是建立对于高超音速飞行器的探测能力。有几家公司入选了这个计划的第一阶段，其中就包括马斯克。按照计划，马斯克要拿出4颗星链平台进行改造，不再安装通信设备，而是安装一种小型化的红外探测器，用它来对大气层内的红外现象进行观测，以发现高超音速的弹头。而这种小型的红外探测器早已经在其他的卫星上进行过飞行试验，是成熟的技术。美国军方为这个实验项目拨付了 1.3 亿美元，折合到每颗卫星上造价能够达到3000多万美元。如果要研发一颗导弹预警卫星，3000多万这个费用是有些紧张，但是如果用星链卫星来改装的话，那就绰绰有余了。星链卫星原本的价格是极其便宜，只要100多万美元。马斯克可以拿这一笔钱对星链平台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完全能够满足美国军方的要求。可见呢，星链系统为美国军方解决了一个重大的技术难题，就是导弹防御系统的造价的问题。既然星链平台的制造和发射成本都这么低，美国军方用它来大规模的改造成导弹预警卫星
和导弹拦截平台在经济上是可以承受的，在技术上也是可行的，完全具备可实现性。正是基于这个分析吧，我们认为星链系统对于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是现实存在的。战略核打击能力的平衡是中美能够保持和平共处的根本的条件，任何一方失去了核威慑能力，战略平衡就会被打破。如果美国通过星链系统的改造和升级，把它变成了一个同时具备军用通信、导弹预警、导弹拦截能力的体系，那就会让中国的核威慑能力遭到大幅度的削弱，这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是非常危险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研究人员考虑如何摧毁星链系统，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正常情况下，要想击毁这么一个有12000颗卫星的星座，用反卫星导弹呢，能够实现，但是不现实，因为反卫星导弹很贵，一发导弹打一颗卫星呢，军费开支和国家财政不可承受。用前苏联提出的轨道封锁武器是一个办法，可以又便宜又快的完全摧毁星链。那就是在离地面550公里的轨道上部署大量的钢珠，把所有的星链卫星统统打成筛子，让这里变成一个死亡地带。但是这种做法呢，破坏了空间环境，也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卫星运行，所以一定要采取手段呢，把星链卫星从轨道上拽回大气层，彻底烧毁，这才能够满足既消灭了星链系统，又清理了宇宙空间的双重目标。从目前国内外提出的清理手段看呢，有这么几种比较现实。一种是日本专家提出的泡沫球法，就是发射一个极其巨大的粘性泡沫球体进入到宇宙，遇到卫星呢就把它粘住，就像一大块庞大的清洁胶泥一样，等到胶泥上吸满了卫星，就启动推力器向地球坠落，全部烧毁在大气层里面。另一种方法是绳网技术，也就是用一个大网兜把星链卫星呢兜起来，在网兜的前方装上小型的发动机，降低轨道进入到大气层烧毁。从现在的技术形势看呢，网绳技术的可行性比较高，捕捉和摧毁的精度也比较让人满意。与此同时网绳本身的重量也比较小，可以用一箭多星的方式大量的发射，哪怕发射12000个绳网也不是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当然了，这里面涉及到非常复杂的轨道动力学和姿态控制、轨道控制问题。首先要保证抓得住，然后要保证拽得走，还要保证拽的方向，这会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但是既然星链有可能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那就要考虑一定要把它解决掉，哪怕付出一些代价也是值得的。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